有关意识及其载具，也就是人以及他所穿着的外衣而言，存在着很多混乱，因此需要给研究神秘学的学生对已知的事实进行一些简单的概述，这样会方便学习。在我们的研究之中，我们已经到达了一个节点，这个节点起初模糊的事物变得清晰，笼统变得确切。曾经作为理论知识被接受的信息，现在已经成为了第一手知识，因此可以按照特定的顺序来排列已经明确的事实。随着学生观察力的不断发展，这些事实可以被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观察到。他们就像观察和汇总这些现象的物理学家一样，带着确定的语气去探讨这些话题。但是，正如物理学家会犯错一样，形而上学家也会犯错误。随着知识的拓展，新的火花点亮了旧知，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清晰，它们的表现形态会发生改变。通常是因为有了更多的光点亮了以前的事实，那些事实曾经看起来是全部，结果却成为一个片段。这里呈现的观点不主张任何的权威，把它们看作是学生之间的互相授受。为了重现所教授的内容，这些内容无疑是不能完全理解的内容，也是在学生有限的能力内他们所能观察到的结果。当我们开始研究的时候，西方的读者有必要去改变他看待自己的态度。他应该清晰地区分他自己以及他所居住的身体。我们太习惯把自己认同为我们所使用的载具，太习惯于认为我们自己就是我们的身体。如果我们可以去理解我们真正的本质，我们就会超越这个观点。我们也不再会把自己认同为一次又一次的给自己脱下的外壳，而当我们需要时，再一次又一次的给自己穿上的外壳。我们把自己认同为短暂存在的身体，就像我们把自己认同为衣服那般愚蠢、不合理。我们不是依赖于它们，它们的价值与其效用成正比。我们的意识，真正的自我，在发挥作用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把意识与意识发挥作用的载具认同为一体，这是常犯的错误。认清这样的事实，就不会迷糊。我们清醒的意识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我们梦中的意识，的确通过并且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进行运作。普通人并不知道这其中的区别，然而真正的情况是可以理解的。我们可以训练我们自己，把真正的自我看作载具的所有者。当我们去学习把真正的自我与它的载具区分开来，意识提升至载具之外，过一段时间，这种意识就会被体验到，会成为确切的事实。然后你也会知道，真正的我们存在于载具之外的更加完整的意识之中。我们的意识不会依赖于我们的载具而存在。当你意识到这一点之后，你当然不会再把真正的自我认同为自己的身体了。我们也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，即认为自己的外衣是真正的自己。至少我们可以去清晰地理解这一点。我们可以去培养自己养成这样的习惯，区分真正的自己和他的身体。这样做会帮助你走出围绕着大多数人的幻象，改变我们对生活、对世界的态度，提升我们到更宁静的领域之中，超越了现实生活的变迁和机遇，让我们超越很大程度上
占据了我们意识的日常琐碎事物，向我们展示出不断变化和相对永恒之间的真实分布，让我们感受到被浪花淹没并被浪潮反复拍打的溺水之人，和脚踏岩石无所畏惧脚下浪潮之人的区别。说到人，我是指活着的、有意识的思想者、独立个体、真正的自我。说到身体，也就是真正的自我所使用的不同外衣，它包裹着真正的自我，让自我可以在宇宙的某些特定区域完成一些确切的工作。正如一个人在陆地上使用马车，在水中使用轮船，在空中使用飞机，从一个地方到达另一个地方那样，这个人不论使用什么载具，他仍然是自己。真正的自我也是如此，不论他在什么身体当中进行运作，就像马车、轮船、飞机的材料和构造因其运作的环境不同那般，他的每个身体也会因活动环境而有所不同。一个身体可能比另一个身体更加粗糙，寿命更短，或者容量更低，但是所有的身体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它们都是短暂存在的。它们是真正自我的服务工具，是他的仆人。根据身体的特性，会有磨损和更新，并根据真正自我的需求和不断增长的能力而进行调整。我们会一个一个的研究这些身体，从最低等的开始，然后会研究真正的自我在所有这些身体中的表现。